我觉得温亦凡对于桑延来讲，他们像彼此的一束光。温亦凡的出现让他变成了一个逐渐热情，知道如何去关心别人，让他变成了一个非常敏感的人。以凡在遇到这些事情之前，他也是一个在幸福家庭生长的小孩，然后突然之间这样子，我觉得这对以凡来说是很大的创伤。不能说用冷漠这个词可以去以偏概全，是死是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只是说因为他确确实实是经历了很多事情以后，他有了很多保护色，不会说自暴自弃，只是说他封闭了自己内心的某一个部分，不想被人打扰，也不想去寻求什么帮助。他的出发点是他不想麻烦别人，因为你也帮不了我什么，我跟你说也只是徒劳，让你也不开心罢了。在高中那个时期跟温亦凡分开之后，一个很活泼，然后很主动、很阳光的一个大男孩的形象，逐渐变得沉稳，然后更加的高冷，心中有很多不舍。他也没有再选择用一种像所谓的纠缠或者其他的方式来表达这种不舍，而是一直是站在远远的陪伴。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桑延式的表达，跟他内心底如何去诠释守护跟温柔这样的词。后来呀，王子修炼武艺，经过重重关卡，打败了公主怪兽。再到跟温亦凡相遇，又回归到可能最初他原本的本色的那个状态了。他在那个节点上，他更加确定自己是喜欢桑延的，但他的内心肯定是不自信，他也怕自己配不上这个闪闪发光的男孩。尤其是有被伤害过，我觉得那个分寸感的拿捏是很难把握的。不管怎么样，我都会记住。白哥在走戏的时候也说，他说这个女孩把自己所有的事情就是这么说给了这个男孩，他说他可以一辈子不说的，但他最后还是选择说。我们就该什么都最好。我觉得他那个时候不告而别，是因为他也没有做好要说的准备，他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一定要相信自己是一个值得被爱的人。桑延也好，温亦凡也好，其实他们都有过一段否定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跟过程。然后我觉得他们也是跟彼此相遇，最终明白了自己是值得，也是值得去爱别人的一个。这呢意味着你跟桑延手牵手走过寒冷的冬天，不然你们要一直走下去。我觉得梦游真的很难演，又要很零度，又要把情绪表述。谢谢哥。我记得我在开机之前跟导演聊过一次，我说这个梦游要怎么呈现，这其实是压力比较大的一个情节吧。那个对我表演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我自己本人在这个故事里边，或者在这个剧作里面，相互比起来还是非常欣然。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导演给了我们很大的心理的稳定性。非常好。准备半天这个下一场戏，然后你不用准备那场，你过来穿个背心过来就行。我说你干什么？哥说我这突然被叫到现场，然后我都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什么意思啊？我进那屋里边，我当时发现，哎，这屋里怎么变成绿布了？然后说你躺着演猫，演猫什么意思？就是我都属于还是那种半梦半醒的状态，方面定位，完全出于对导演的信任。一会儿的是，哦，白哥还是很专业的。其实这么多年演情感戏的那个比重不算是特别大，但这部戏其实大量的情绪跟情感都是围绕在男女主之间跟他们成长的故事，这一点对我自身的提高其实还挺大的。小说里面有很多场景跟情节，其实我已经看了非常非常多遍，就是感受在那个当下，感受在两人之间的交流，我觉得很快乐。我其实是对这群人的情感大于这个东西，现在也不知道自己演的魏一凡到底好不好。我只是觉得我跟老师们在一起工作的氛围，我觉得很舒服，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叫张若昀，他演陌生人这种感觉。多有点慢热吧。真的棒吗？
还是你左肩可以过来一点点，他就看不见你脸。这样子拨头，我是应该去拨他的头啊，只能拨他的头。因为我在网上看的，其实都还蛮正常的，就没有说特别夸张的。对啊，我们刚刚也没有夸张啊，对吧？就去这日本的。你还爱我吗？你还爱我吗？我没办法看着你双眼说那句话。水太多了，这水直接滴我眼睛里，感觉像我哭了。手再抖一下，对，若凡你要再抱紧一点。我抱得很紧。然后，如果你已经不能他对这个抱的心动。如果你因为我而消失。你弹的太大力了，对不对？我以为这是你的设计，吓我一激灵。这时候起身。喜欢你是我的秘密，甚至就像在海底是我欣赏日出和日落。你说的幸福中的最美丽的人。是我见过最帅的男人。这话不应该大声喊出来。你也是我见过最……是什么？想不出一个适合你的形容词。怎么才算着？我觉得小白这个是一个爆裂的吻哦，所以你吻的时候你要出力。来，现在位置给我一下，来。好，你慢慢的。传来了一个邵氏大变焦。对，他太久没有接吻了，我一直想看。你本记太长，最好懂。双脚，你刚才亲我，买了鸡汤，尝尝。鸡汤吃特别美丽。躲着过去的人要到。
谢谢。你上周那么着急走，是发生什么事吗？我忘了。忘了就好。对了，那我还你的书，你拿了吗？嗯。你要是觉得哪里不合适，就告诉我啊。魏一凡，你什么意思？没带伞吗？要不要我送你回家？我没有伞，你可以闪了。你该不会在吃我的醋吧？你不至于。拿着。错吧？我知道，你也怕。为什么他要加个野啊？明明是他要看的。我不怕。所以当时，桑延是因为怕鬼才睡觉的。
怕我等一下会怕。没事，我在。你笑什么？你已经笑了好几次了，没什么好笑吧？啊？